哎，夏天的豪哥要介绍的是Aqua di Parma 的大概是知名度最高的一支，就是也是我觉得可能销量最好的一支无花果，是哦无花果对。但是这个系列蓝瓶系列我比较喜欢那个什么Borgman 佛手柑，那个香柠檬，它更锐利一点啦。但是这个其实，那个佛手柑我觉得比较适合稍微男性一点，但是无花果不会呢。我跟你讲，佛手柑在女生身上喷起来，哇，非常的性感，好不好？对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是就是它品牌的两个，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个比较温柔一点的无花果。OK，那无花果其实你也闻不少了嘛，对不对？各家品牌其实没有都有出无花果，像 Dipty 无花果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无花果通常有点奶，那因为我有乳糖不耐症，对，是，所以但是这个牌的无花果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它的奶是我觉得是不是那种太 over 了，是，对，而且这个牌子的蓝瓶其实有个好处，就是因为夏天真的很热，像今天其实就30几度，真的很热，那买这种150ml 的大瓶的，真的可以一个夏天就可以把它用掉。OK， 那所以你非常推蓝瓶的，其中一支是无花果哦。蓝瓶其实我觉得两瓶最好，一个是无花果，一个就是佛手柑。是那只是看你个人喜欢是比较温柔一点的无花果，还是比较喜欢锐利一点的佛手柑，那都可以。它没有所谓的高低啊，也没有所谓的好坏，它就是你喜欢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在夏天你舒服的味道，让你整个降温嘛。我们讲降温嘛。OK， 好啊，那来试试看，看看豪哥讲的是不是这么的厉害。这个其实已经不用再多做介绍，这个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，我们只是拍这一片去把大概的叙述一下，让大家更清楚而已。Aqua di Parma 厉害的就是他把这个他们当地最有名的柑橘，这个把它调得非常的到位啊，那瞬间就跨过了，从亚平宁半岛瞬间移到了希腊，好吧，瞬间移到了雅典，那种白色的建筑，蓝色的海滩，而且我非常喜欢它这一支柑橘呈现的橘子皮，而且是内侧哦，因为内侧纤维质比较高嘛，它会带一点白白的，然后有一点这个苦的，略带一丝苦啊，有纤维质的苦，纤维质，哇，他把这个描绘的很精确啊，很厉害。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加了粉色胡椒，就抑制了这个无花果的我们讲的奶啊，因为我个人真的是很怕奶 ，OK， 就是一奶我真的是就奶类啊，我就基本上眉头就会那个，是因为我很怕奶。OK。但这个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喜欢，因为我大概会有无花果这个香材的，好像只有2支一支就是 Panadora 的 OK， 你看我都背得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另外一支就这个，但是那个大陆头我觉得因为比较冷门一点啊，那如果你为了方便取得，当然还是 Aqua di Parma 的无花果当然更适合。那我觉得味道来讲，Aqua di Parma 的也更平易近人一点，跟它价格了，是。好，那豪哥帮我们分享一下哈，这一支目前在你身上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感觉？让你仿佛置身在哪里？马达加斯加吗？没有马达加加啊，没有马达加，在希腊，对，希腊，但是正在做些什么休闲娱乐？对，我就在希腊，在历史的古迹中这会让你想要古迹啊，漫步在那个爱琴海的那个岛屿上。我不要再讲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了，我比较喜欢更具人文色彩的希腊，因为罗马其实是继承希腊而来嘛。对，是。那我更喜欢希腊一点。OK。它没有意大利那种吵杂了，因为希腊人的步调更慢，对，好吧，比意大利人更慢。是。那意大利人是比较
热情一点嘛哦。那希腊人就比较人文，也发现说，因为最早的法律也是从希腊开始的。对，最早会有历史2个字，也是从希腊开始。是啊，也是从希腊开始。历史这个希腊人是相当有学识涵养的哦。那所以很多西方的圣贤都是希腊籍嘛，那亚里士多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苏格拉底啊，对是。那所以豪哥觉得这一支喷下去有一点人文雅士的风范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一瞬间到了爱琴海上了，好吧 ？OK 的小岛上了。好，那你可以帮我们说一下，目前这个前调在你身上，除了柑橘之外，你还没有闻到什么？当然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无花果啦，好，一个无花果，但是因为它有个粉色胡椒去抑制它的奶啦，就让它更应该讲提味啦，好，然后让它的香气的呈现更立体一点，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一支是真的是非常出色的作品。那加上重点，其实它的售价也不是很贵，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平民的价钱去获得一个大墨数的香水，然后又可以获得这么好的味道，是非常不容易，对，非常不容易。那我请教一下，因为我在闻其他的无花果，除了有奶味之外，有时候还会有点绿感。对，那我想问问豪哥，这个呈现是绿感，这呈现是绿感，对。那绿大概几分绿呢？它应该是那种新鲜的，不是太熟成的那个无花果，应该是还在树上的，不是掉下来的。OK， 所以还算是青绿，刚开始萌芽的那种青绿色。对，OK， 好，那通常这一支你会建议大家男生女生用呢？这个非常中性，使用季节就是现在就是现在，就大概5月、6月就可以开始了。5月初期就可以开始用，就是劳动节一过完就可以开始用。是，还特别有节日哦。对，劳动节一开始就可以开始用这一支。对，然后一直用到10月25，用到10月底，刚刚好。对，刚刚好。夏季电费结束之后。对，没错。对，让你降温。对，买这一瓶可以降温。对，然后可以省电费这样子。对，那当然它是个让你在夏季一个非常宜人舒适的味道，宜人舒适味道，因为它的味道也非常平易近人。那加上以它的知名度来讲，我们只是其实就是补充一下，再做一个比较更清楚的介绍而已。对。那豪哥问啊，女生什么场景之下你会看到穿着这一支无花果？如果你想去垦丁，我们以国内来讲，你要去垦丁，当然非常适合当然非常适合。那如果你要去台南，非常炎热，也很适合。对，你只要去超过30度的地方，这支我觉得都非常适合。它也没有一定要像我们讲的是亚平宁半岛或是爱琴海，他要上班就是在职场上也是可以使用。职场上也可以使用。对，男生呢？男生你建议用在什么场合？男生当然也是一样但是我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日常香。我喜欢这种所谓 CP 值很高的日常香。是，日常香就是你可以拿起来，我们讲无脑喷啦，就是你不用想太多，你不用思考太多。我们有些香水其实它使用的场合比较拘谨一点，你有时候需要想一下想一下，像乌木香水，你当然不可能这个天喷，你可能打开瓶盖闻了一下，然后又盖起来，是放回去了。对，那因为这一支名称它是这个无花果第阿玛菲，那阿玛菲我自己是去过了那一条公路呢，就是单行道的公路，就是你只能顺着一个方向一直不断的开过去，所以即便连大台游览车也只有弯位而已啦。那它这个是一路呢，你从沿着悬崖峭壁的海岸线呢，一直开过去，你就看到整片阿玛菲海岸的美景。如果阳光打在这个水面上，它就是呈现蓝色的，而且非常蓝所以它是非常的深蓝天配上深蓝色的海面，海天一线，对吧？海天一线就是非常的有美感。那沿着，因为他们刚开始从希腊移居过来嘛，所以那个时候附近的建筑是有一点希腊式的建筑。大理石，对，那它慢慢一个聚落一个聚落累积起来，就会形成一整片的这个
阿玛菲非常著名的这个区块了。好，那当时也是商业盛行的地方了。所以现在是休闲度假胜地。OK， 所以如果在这一个气候季节，想象一下阿玛菲海岸线，我觉得这一支是非常合适到位的。那就结合了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的风情，跟希腊式的休闲，好吧？对，跟希腊式的休闲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回来再看看这一支怎么变化啦。没问题，拜拜，拜拜。阿玛菲无花果的后调，我先说，这一支后调就是真正的无花果出现了，而且带着绿感，但是却没有奶感。那前面的柑橘只剩下柑橘皮当做衬底，那让无花果出来拿最佳 MVP 这样子，就是让它呈现在士官长的味道。对，这个柑橘就变成是那个最佳的配角了，这样。好，那换你来讲一下这一支。好了，来，因为它是个淡香水啊，那基本上它的香气呈现真的是稍微比较线性一点，它没有所谓的三调变化没有非常大，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个基本的三调。那前面当然就是因为都跟阿玛菲有关系，那当然就是一些甘宁的素材了。对，那到中间当然就是我们热火队的士官长就出现了，就是那个无花果。无花果。对，那到后面真的是出现了一点点无花果树的绿叶感来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没有介绍它的香菜，因为很简单，来。好，哇，前面全部都柑橘系列呢，阿玛菲，哇，给你满满的阿玛菲。对，来前调，葡萄柚、香柠檬、香橼、柠檬，这个全部家族全部都是香柠柠，对，就跟你讲，我就是阿玛菲来了。中调是无花果、甘露、茉莉、粉色胡椒。那基调是无花果树，难怪有一些绿叶在里面。对，那还有雪松以及安息香，走得很特别，相当的三段分明。那只是这个无花果树，你真的需要好好的感受一下，因为我们自己有种无花果啦，但是还不到树的大小。但是你在这个无花果叶子，它是比较大片的，你确实会闻到。目前我们闻到这个无花果叶的绿感。好，那豪哥，这一支有没有什么要帮我们补充的？基本上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，就是我觉得是就然它价钱非常适合，然后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清凉感跟休闲感，是非常棒，真的符合它这个品牌精神的特性。Acqua di Parma。对，那最主要是它出来的无花果真的不是太奶，真的不是太奶。那因为前调有着给你满满的甘宁的素材，然后到了中间无花果，对，到后面又回复到一个非常好闻的雪松的味道哈，那绿感雪松。那你会闻到茉莉味道吗？我也没有呢，很少了。花有啦，但是它应该是就是衬托整个无花果。对啊，是可以闻得到一些花香，但是我们不觉得是茉莉啦。那至于要说出是什么花，老讲这里还讲不太上来。那一定是白花，因为红花其实非常有嗅觉的识别度啦，因为你一闻就知道。对，红花。那玫瑰嘛，玫瑰的香气如果加在里面，我觉得就是略显突兀了。它应该是就淡淡的小白花，是淡淡的小白花。好，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嘞？这一支，这一定是花果香调啊，一定花果香调。花果香调，柑橘你没放吗？对了，它就是柑橘花果香调，就是所谓的。柑橘 ，OK。我们的果香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柑橘调啦，除非它有加一些，比如说像是甩啊这种，对，这种特别的，或者是某某啦、桃子啦之类的，这种
气味识别，在这个素材识别度上非常明显，不然我们都会把它列为柑橘调。那因为它的主体上还是无花果嘛 ，OK，还是无花果。好，那0到10，你给它几分？0到10分啊，因为这支的持香我必须说稍微差一点，所以老实讲，它才会出这么大一瓶。我如果跟你讲说它持香很好，那可能是稍微有点唬烂了。好，它的持香是，所以它才会出这么大一瓶，然后让你可以补喷啦，因为它的浓度大概也只有淡香水啦，淡香水等级。那夏天这么热，因为我们体温比较高嘛，那挥发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所以我都建议，如果可以的情况下，直接早上喷完直接把它放进包包里。好，那至于持香时间，我想因为每个人他的体温状况不同，那持香时间就会不一样。OK， 所以你可以在下午的时间拿出来，大概再补喷一下了。好，但是因为这个价格，我必须老实讲，就算你补喷，狂撒都没有问题。好，狂撒都没有问题。是，那你还没给分儿？我给他9.2分9.2分。 ，9.2分。好，差就差在持香度了哈。这样如果真的稍微差一点 OK， 对，我还是必须要老实是对说给大家听一下。那这一支对我来说，它跟香柠檬那一支比较起来，我觉得前面走法各有不同。那但是后调都进入了一款我蛮喜欢的麝香的尾调，虽然在香调表里面是没呈现，但是我的鼻子是闻得出来的。它就是用这个性感的麝香把它做延续性就对了。如果你习惯闻浓烈的，那这一支相对当然对你会是比较淡一些，然后持香啦。但我的感觉我是觉得还好，我不会觉得它持香是不足的。我会把它定到在柑橘、果香、些微的花香，然后麝香这几个层面里面。0到10我会比较高一点，我大概到9.8。蛮喜欢它后面用麝香把它做一个延展跟延续，除了有夏天的活力、阳光、海洋的朝气之外，海岸线嘛，对不对？带着一些性感贴肤的味道，我觉得这个做夏天的延续是非常的出色，所以我给9.8分。那其实我来最后归纳一下结论好了，就是如果你想找一瓶价格不会太高昂的夏天用的茴香水，阿夸里巴马的蓝瓶会是你最好的选择。蓝瓶里面也有2支，一支是无花果，一支就是佛手柑嘛，还是香柠檬？香柠檬，那看你喜欢哪个，他们都是几乎同等出色，只是看你喜欢。当然你说要2瓶一起收更好，对，好吧？对，好，谢谢敖哥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